Bonjour à tous，大家好，我係陸家七。說起一個好的甜品呢，我覺得它一定是要有層次的。當我第一次聽說貝梨同朱古力這個組合的時候，其實不過它確實是法式甜品裡面一個很經典的口味組合，在很多不同的版本裡面也有不同的詮釋。就比如在聖誕萬家團圓的時候必須要吃的一個聖誕樹幹蛋糕 Bûche de Noël。那我們今天就先來做一個比較簡單粗暴的版本，巧克力貝梨塔。將所有貝梨洗淨，去皮去核。貝梨準備完成之後的下一步是糖水，將白糖倒入有清水的鍋中，煮到沸騰之後降到中火，這個時候再將貝梨依次放進，中火繼續煮45分鐘。如果家裡有新鮮的橘子皮的話呢，也可以順便放進去。煮好之後的貝梨呢呈透明色，從鍋裡拿出所有貝梨。將頂部小的一部分先切開放一邊，肚子大的這一部分呢分4部分切開，再處理小的部分。所有貝梨切好之後放一邊保存。接下來我們要做的這個絲滑巧克力醬，其實就是由基礎的英式奶油醬 crème anglaise 加上融化巧克力組合而成。那這裡是一個技術點，因為英式奶油醬和卡士達醬 crème pâtissière 一起組成了法式甜品裡面兩個最基礎的奶油醬。那其他絕大多數的奶油醬都是在這兩者的基礎上發展而成。比如說，如果卡士達醬加入了打發奶油呢，就變成一個 crème diplomate。那如果卡士達醬加入打發了黃油呢，就會變成一個 crème mousseline。將牛奶、奶油、蛋黃還有蜂蜜倒到鍋裡面，將鍋放到火上，攪拌均勻，開始用中小火煮奶油醬。可以看到奶油醬慢慢呢會變得越來越濃稠。要知道英式奶油醬準備好了沒有？其實教科書上的做法是要看溫度的，也就是說，當攝氏達到83度的時候，你的英式奶油醬就算準備完成。但是每當我自己在家做甜品的時候，要拿着個鍋，把溫度計放進去，還要一直看着它，看得到多少度沒有？對我這種懶人來說，實在是太累了。不過，其實只要一個小工具，就能告訴你你的英式奶油醬到底達到了需要的溫度沒有。用手指劃過刮刀，如果刮刀上留下一道清楚的痕跡的話呢，那就說明奶油醬已經 OK 了。拿一個黑色的刮刀大家看一下會更清楚。奶油醬準備好之後呢，加入已經融化的巧克力，攪拌均勻。那這個絲滑巧克力醬就算準備好了。將室溫軟化的黃油和糖分放到攪拌機裡，充分打成糊狀的時候，就可以加入杏仁粉，繼續攪拌完全，最後加入雞蛋和麵粉。
搅拌到基本均匀就 OK 了。因为如果搅拌过多的话，会产生面筋，塔皮在烤的时候就会收缩。将塔皮拿出，放到撒了面粉的台上，慢慢擀到1到2毫米的厚度。用擀面棍把塔皮卷好，铺到模具上，最后用手指顺着模具的边和底部稍微轻压，将塔皮固定。再用擀面棍转一圈，把多余的塔皮去掉。可以再用刀把多余的边边角角去掉。把准备好的塔皮先放冰冻15分钟，再放烤箱里，这样可以帮助塔皮在烤的过程中固定形状。将室温软化的黄油、杏仁粉和鸡蛋搅拌均匀。放到烤好的塔皮里。如果有多余的杯底，也可以加进去。最后将塔皮放到烤箱里进行第2次烘烤。准备一个裱花袋，这里有一个小技巧，就是把裱花袋放到一个高的杯子里，要注意把裱花头稍微折一下，这样一会倒入巧克力酱的时候就不会直接流到杯子里了。将前面准备好的巧克力酱倒入裱花袋里，均匀地铺在塔上，再用刮刀抹平。最后将大的杯底块依次放到塔上。中间的空位留给小杯底块。最后画龙点睛的基笔可以撒上杏仁片。用磨刀再磨些巧克力碎。这样，这个巧克力杯梨塔就制作完成了。